好，各位大家下午好，吃饱了吗？原来只有这里吃饱，然后这边你们没有吃到吗？请问你们吃饱了吗？我知道食物没怎么样，可是因为我们今天来的目的不是为了吃东西，我们今天来的目的比吃东西更重要，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脑袋装得满满的。曾经有爱因斯坦讲过一句话，他说：“今天你可以累积很多很多的财富，然后你把你的钱因为以前的人没有银行，你可以把你的钱塞在你的枕头，你可以把你的钱塞在你的衣橱，你可以把你的钱塞在很多的地方。可是有一天突然发生火灾了，有一天突然有小偷来了，把你的钱抢掉了，你的钱就等于没有了。但是有一个东西呢，是人家要抢都抢不到的，除非你愿意跟人家分享，那就是你头脑里面的知识，你头脑里面的思想，你头脑里面的精神。所以我觉得，哇，做这行真好啊！我每天都很希望我孩子来做 ReWay， 可是好可惜哦，我孩子没有得来做 ReWay。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你们知道吗？因为我是行政的人，我是公司的管理层。那公司的管理层呢，就是把公司管理好，然后给一切的资源，努力的去配合，努力的去付出，努力的去安排，努力的去安顿和规划和计划一切，给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位直销商。所以呢，我们是不可以成为直销商的。我只能够羡慕阿舅有11辆车，阿舅有 Rolls Royce 一辆 Phantom 不够，还要买多一辆，而且那辆 Rolls Royce 呢是只有2个门的，对不对啊？那个英文很难读 ，WRAITH， 应该是读 Wraith 啊，意思就是幽灵啊。在马来西亚有9辆啊，全马来西亚。你知道全马来西亚有9辆吗？我跟你讲，应该不会有2辆吧，应该不会有3辆吧。我们只有看的份，我们是不能够的，因为我们是行政人员。如果今天我的老公是会员，你说我会不会跟我老公讲？老公，我跟你讲，公司有 promotion， 会不会啊？我是不会啦。可是我一定忍了吗？不可以讲了吗？可是难免人都有点私心，对不对啊？如果比如我们断货了3个月，明天来货，我们就忍不住跟老公讲：“老公，明天货就来了，这样子好不好啊？”所以其实 ReWay 是我加入的公司哦，我做的最开心、最舒服，真的最满足的。你们这样子听，不要误会哦，不要以为在这里做工，每天摇脚、勾样嘎叽，没有压力，错，大错特错。这里工作呢，是我的工作的今年是29年的工作生涯里面呢最压力的一间公司。因为我们有一个老板叫做林文峰，林文峰他的名字有一个疯，就是有点疯咯。对，然后他的疯呢，就是要做到最高峰，他永远不听借口，永远不听理由，他只是告诉你我要达到这个标准，你们就去做，然后我们就会全部人一起的去把它达成。所以虽然说这么忙，虽然说这么的压力，但是真的觉得真的很高兴，因为在 ReWay 我们很透明，很简单。直销商就是直销商，我们行政就是行政，我们不会跟你们讲真的。如果 ReWay 要跟你们抢生意，你说你们够我们抢吗？如果 Mr. 林文宏我们的老板也去 closing， 我们的 Dato Kenny， 刚才阿 Jo 讲 Dato Kenny 的故事是最了不起的，他也去做 closing under 他，你说够我们来吗？应该不够哦。但是 ReWay 完完全全写得非常清楚，什么是可为，什么是不可为的，所以我每次只有羡慕的份。所以说啊，这里的阿姨昂哥，如果你没有孩子，带孩子来，你看我只能羡慕你们可以带孩子来，我不能够让我孩子加入ReWay，但是每次有什么的活动，每次有什么的课程，我都让我的孩子一起来参与。那为什么我们在自己承受那么大的压力，我们员工还是180%的一直去努力呢？是因为我们真的有一个老板，他非常非常大方。我们的林文峰先生绝对不是只是钱而已。各位，今天如果我们什么东西都建立在利益，有一天利益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可是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那种感觉，就是我们一直感觉我们很幸福，有人好像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他每一刻时刻都希望我们成长，希望我们在突破。所以，我们今年刚刚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去了我们的韩国，我们的尾牙。其实各位本来不是去韩国的，本来呢我们在杜拜的最高峰会议的时候，老板跟我们讨论，老板是想给我们去哪里呢？他说，尾牙要让员工去，要去哪里呢？他就说他要给我们去的地方的水准的那个标准，应该是要去美国。他一讲美国，我们其实很开心的。可是我们立刻讲，老板不可能啦，印尼同事申请不到 visa， 然后我们时间有限，这个那个，然后他就讲这样啊，巴黎啦，巴黎，去巴黎看巴黎铁塔，哇，我们也是很兴奋。可是我们说老板不行啊，我们也很想给员工去巴黎，可是真的太多的国家的同事，因为 visa 的问题，以及更重要的就是，老板，我们去几天几夜哈？应该是3天2夜咯，或者4天3夜。我们啊，你有没有听过人家去美国3天2夜的？有吗？有没有听过飞了20个小时，然后去3天2夜再飞回来的？有没有？有，立位就有了。而且那一天，老板刚刚阿啾给你们看的我们的飞马之夜的时候呢，就是在英国，我记得很清楚。老板3号飞过去，4号是飞马之夜，5号就从英国飞回到新加坡，吓死我了！我本来以为我已经很刻苦耐劳了嘛，我2号飞到6号回来，应该很厉害了哦。怎么知道他3号飞去英国，然后4号就跟大家一起哇飞马之夜，哇看英女皇，然后看我们的那个 Mr. Bean， 我很高兴。然后5号就飞回来了，所以当他联络我说他已经回到新加坡了，我们真的有点担心。他就是一个这样的老板，他凡事都是以身作则的一个领导人，他从不把自己定位在一个老板，他把自己定位成为一个领导人。那我现在也很希望大家来看一看我们这一次的韩国我们的员工尾牙。Year 2019 will be a very important beginning year for Riway. The future of Riway in the coming year will start from the annual staff meeting of our company employees in January. This time, the location of the annual staff meeting, the company final decision was to go to South Korea, Seoul. 사나해요. 감사합니다요. 감사합니다. 사랑해요. 从这个大门走进来的时候，我真的是吓了一跳。我在想，是不是飞马之夜所有的细节上的安排，真的让我感觉到说，就好像我们公司一些领导人付出很多代价，做了几千万业绩的人的那种晚宴。由此可见，这在公司里面有人觉得这一群人很重要，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2019年将会是 Riway 的开始，那个开始呢，将会是从今天这里开始。过去的10年 ，Riway 为什么能够走来今天？绝对不是1、2个人的这样的功劳，绝对是一个团队，尤其是我们的一些高层领导人的一些付出。我们
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蹦蹦跳，你留下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我给他们多少钱，他们都不会想做，因为他们是领导人。不过他们做了，也只有一种人会让他们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自己人。你们都是自己人。天哪！我竟然手心冒汗，看到我跳舞的样子，很想把这个影片从此毁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不要出街。可是我后来想想，我应该还好，大豆可怜一点，他应该有得罪 marketing 的人，所以他们的那个重点拍在他的屁股，而且还在他摇的时候还特写了一点点。所以我相信平时对人好很重要，我平时都有对 marketing 同事很好，所以他们没有拍我的屁股。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舞蹈呢？首先，你们刚才看到老板讲话的那个 video， 你们知道那个 video 是怎么样来的吗？是因为当我们觉得美国真的太远了，而且飞一个20个小时再飞回来，又3天2夜会死人了，然后再加上可能 visa 也拿不到，等等等等的，包括巴黎，我要讲老板，巴黎一飞到看巴黎铁塔，第2天你又见见我们，然后又晚宴一下，第3天回来都 shopping 都没有得 shop 了嘞。所以我们后来觉得韩国是应该很好的地方，因为又下雪啦，又冷啦，大家应该也很喜欢。那我们就觉得好，就决定了今年的员工尾牙去韩国。那么要怎么样去宣布呢？怎么通知呢？难道只是 IV 在我的 operation group 那边，Dear all， 几月到几月我们会去韩国？我们讲这样很没有意思，老板一定要有点好搞生意思嘛，有点好玩的。所以老板就说。那个是什么意思啊？沙朗黑哦，然后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意思？我们就告诉他这个是我爱你啊。韩国人喜欢这样子的，然后要很可爱的哦，要这样子，然后就说真的要吗？我说真的要，老板这样子哦，哇，同事一定很开心，很兴奋，还没有去韩国都已经很爽了。然后呢，他就说好的，他就开始写稿。他写了稿过后，他说不行耶，我不可以讲中文，我讲中文，印尼的不会听，对不对啊？有一些日本的同事也不会听，那我应该要用一个国际语言，他就用了英语，所以呢，他就自己在那边拍了好多次，然后结果呢就拍了，一拍了过后，他首先就 send 给我们 CMT， 我们看了就笑到把都甜了，真的笑到我们肚子痛，嘿哈呀在那边笑，他就说要付出代价的哦，很好笑嘞，我们好笑，好嘛，很好，爽嘛，很爽。那你们请问？这些 CMT 你们的贡献又是什么呢？我们就结果呢？你看啊，你连累一个你去害一个人，结果你就害到自己，就差不多。就是因为这样子，他说我要你们的贡献是很大的，那个贡献就是你们要有个节目，你们要在当天表演。你们不要再像去年这样哦，自己掏腰包请艺人，因为去年我们自己请艺人来，周兴哲嘛，我跟 Claudia 请一些艺人来，哇，我们看到员工很开心，我们也很开心，所以我们就本来想请艺人，他说你们不用打艺人的主意哦，世界上用钱得到的没有什么特别，最特别的就是你们要展现出来。然后过后呢，从此我们不得空了。我们有个 group chat 叫做 CMT， 他每天给我们那种 sexy 的女孩子。你刚才最后一首歌叫什么歌啊 ？Big Eye 那种歌啊，那种摇屁股啊，然后那种
这样摇来摇去的，每天就 send 给我们了，我们就哇每天流汗，真的流汗，你知道那个汗哦，担心死我们了。所以终于我们知道了，时间一天天逼近了，我们就在12月29号的那个晚宴，我们的终极表扬大会的前一天，我们租了一个 studio， 然后我们7个，是7个吗哈？对哈，对我们7个CMT。扣掉老板是7个嘛，我们就开始在想我们要跳什么舞。我们本来是3首都是韩国舞的，可是我跟你讲，嘿有都要我的老命一条了，你知道吗？跳到一半啊，抽筋 ，Claudia 我抽筋 ，Claudia 我抽筋 ，Claudia 就那边过去，而且呢，特别补习班给 Avin 是这样抽 Avin， 然后。真的，我们就觉得哇，真的要这样吗？3首韩国歌都是屁股摇来摇去的，我们一把年龄了，可怜一下我们嘛。我们已经50岁了，你懂吗？然后就很辛苦，然后突然间，大家讲我们应该跳一些容易点的哈，比如啊，对你爱不完了啊，我们突然间就觉得这个是个很好的 idea。结果呢，我们就把对你爱不完，还有那个我们一起。学猫叫，还有最后一首的韩国歌，我们怎么跳的呢？我们就是看别人的 YouTube， 一直 rewind。YouTube 的右上方是可以放那个速度的，我们放1，我们根本不知道在跳什么，跳完了，所以我们要放0.75，后来放到0.5，慢慢看，慢慢退，慢慢看，慢慢退，然后就这样子把这首歌学回来。这首歌让我感觉一句话真的对的，台上什么1分钟。台下10年功，我们几乎每一天都在练，真的每一天回到家我都是，而且我们是怎么呢？跳得最好的人是 Claudia， 我们就拍 Claudia， 然后我们就每天对着 Claudia 的放桌那边，在厕所那边跳，就这样子每天跳到那一天，终于老板不知道我们跳什么的，我们说老板你不要插手，我们很怕老板插手，你知道吗？他的要求那么高，他的标准那么高，他一插手说不行。我们就完蛋了，所以我们说你不可以看哦，你不可以看哦。我们练习，我们偷偷进行。我们彩排那一天，我们也是偷偷进行，我们都不让他看的。然后结果彩排那一天，我们在彩排，他突然间进来，他一看哦，他就，然后他就立刻这样倒退，然后就躲在柱子的后面，然后就这样从柱子后面那偷看，有点像印度戏，你懂吗？印度戏不是每次有这样，有看过印度戏吗？很奇怪的，印度戏说每天要这样，我不知道。然后就在柱子后面，然后就这样子偷看。然后我们一跳完了过后，他说真的笑到他背后发冷汗啊，飙冷，他从这里飙到那边。他说他真的觉得他没有勇气看我们跳，在晚上的时候。可是他真的觉得你们真的勇气可嘉。所以大多就讲了一句话，大多说他一生的英名。就这样子毁在 Claudia 的手上了，因为 Claudia 讲要这样子跳，所以人原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是不会跳舞的人，我是同手同脚的人，要我跳舞真的好像鬼一样。我是女子组里面的最烂那一个，可是幸好有 Avin 陪我，所以我就没有这样害怕。而且本来我们2个是站最旁边的，当天彩排过后呢，老板立刻把我们2个放在中间，所以前一天的晚上，我真的就这样子一直跳，而且跳的时候我还穿着那条裙，因为我怕穿那条裙我不会跳，我穿着那裙一直在房间一直跳，跳到我说死了，裙都断了，破了，立刻拿针再去缝。所以各位，没有东西是不可能的，而且这样跳一跳，觉得自己从50岁变成25岁，好不好啊？很好啊，也是很爽啊，而且跟孩子没有代沟了。孩子跟我讲什么歌手什么，这首歌叫什么？其实。Big Eye， 我不懂什么歌，我的孩子懂的歌我也懂，所以表示说我跟得上时代的潮流，所以是很好的。而这一次的员工尾牙，当然是给花红咯。各位，一般上的企业给花红是给多少的？你们觉得给花红是给多少？我以前打工的时候啊，我每次拿花红都是1个月、2个月、3个月。我曾经有一次拿到3个月的花红啊，我开心到回到家立刻跟我妈妈讲：“妈，我的老板真的很好，给我3个月花红，极好，他要我卖命给他，死给他我都愿意。”可是当我来了瑞味，真的每一年我都让老板都给我一个很大的 surprise。今年呢，我们给了大概30%的人
的花红是30个月。各位，是30个月，不是3个月，是30个月。我每一次看老板给花红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讲：“老板，你要把钱花到那么凶吗？”老板都会跟我说 ：“Ivy， 打工的同事为的是什么？为的也是希望过年的时候可以给爸爸妈妈一个大红包，给爸爸妈妈过更好的生活，给家人放心，而且钱可以再赚的。他们的付出是我们不可以谋杀的。”所以真的在这里，我们谢谢我们的林文峰先生。尤其我是立威人，我要讲的是，给30个月不是因为他很有钱，给30个月是因为他很想给，他甚至如果能够，他希望每一个他都给。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很穷，有人捐一个穷人捐一个10块钱。可是一个有钱人可能捐100块钱，你觉得谁大方啊？穷人捐一个10块已经很大方的。而林先生，我们的林文峰，我们的创办人，我们这位领导人，从第一天我加入立威，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而在韩国那一天呢，他一直告诉我们，立威的未来，立威的2019年就从今天开始，因为他在当天，他提升了14位总监级的人物，总监级的人物。那如果是新来的朋友，我们以前呢只有老板和3个副总裁，然后后来呢，我们就把副总裁的名额，就是名字改了，改成总监。过后我们就有8个总监。然后8个总监开始的时候，是因为老板要做得更大、更久、更长，而这一次他又提升了14位跟总有关的人。所以各位，我们来看看一下第一个。那首先呢，我们先给掌声给我们这7位的副总监。这7位副总监，我们的 Cherry， 我们的李官是我们的行销部副总监。那他们的总监是谁呢？就是我们的 Claudia。接下来的 Adrian， 还有我们的 Howie， 大家都很熟悉的 Howie， 对不对啊？他就是我们的 Business Development 的副总监。我们给 Howie 一个掌声，很不公平这样哦，因为 Howie 大家认识嘛。好，接下来的另外3位呢，秦庸在新加坡的，阿 Ray 吉隆坡 ，Ellie 也是吉隆坡的，是营运部副总监，也是我的副总监，我的部门的副总监。所以各位，也就是说，这些副总监当 Claudia 不在的时候，李官和 Cherry 就是代表了 Claudia。李官是哪位？你们认识吗？你们不认识哦，你们都认识的。今天一进来的时候，他就用很温柔的声音跟你们说：“我们即将在5分钟后开始，请记得把你们电话静音，有吗？”那个女子就是李官，她不懂在哪里，我想叫她挥挥手，请问她在哪里啊？哦，她现在在那一边，我叫她挥手，她就立刻蹲下去了，因为有点害臊。OK， 好，所以呢，包括以后找不到达多，我们记得只要找 Adrian， 只要找 Howie， 就是他们讲的话，就是代表达多讲的话。同样的，如果今天你们联络不到我，你们可以找秦庸、阿 Ray、Ellie， 因为他们就是 Ivy， 他们讲的每一句话就代表了 Ivy。好，这是我们的副总监。然后另外还有什么总呢？来，我们再看另外一张。另外的总呢，就是总经理，各个国家的总经理。我们来一个热烈掌声给这些总经理。目前我们已经原本的总经理是马来西亚是我，新加坡是 Claudia， 台湾是 Atet。那接下来的我们的泰珍是我们泰国的经理，最容易记得咯，泰国泰珍 ，OK。然后我们的 Dixie 是我们的缅甸总经理 ，James 菲律宾总经理 ，MK 印尼总经理 ，Jackie 越南总经理，Ian 香港总经理，还有我们的 Eric 日本总经理。我们再一次给我们这些总经理一个热烈的掌声。好，各位，很多人，尤其一些大老板、大企业家，他一看到这4位新升上任的总，他们第一个脑海就觉得
公司有没有开玩笑？找一些小孩子30出岁的人来做总，不是应该要去外面挖角那些很有经验、很了不起的人来做总吗？公司才做得大吗？各位 ，no， 这一些都是从第一天来到 R 位，从最低层一路一步一脚印的，跟我们一起成长的同事，然后慢慢的成为经理，成为总监。所以很多人会担心，到底能不能哦？那各位能的，一定可以的。为什么我说可以呢？为什么说能呢？10年前，当林文峰先生创立 R 位的时候，他33岁。33岁，可是那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直销商，很多的会员呢，年龄大概都是60多、70岁，也就是说可以做他爸爸的年龄。如果今天各位将心比心，如果你今天有一个30多岁，如果我现在是50岁，有一个20多岁跟我在讲道理，我听吗？我都会觉得，我吃盐哦，比你吃米多，对不对啊？所以当初老板也会遇到这个问题，但是他一样证明了 R 位有一个3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带动了60多岁，一直到今天这么大的规模。他是怎么做得到的呢？他凭什么呢？他靠什么呢？他用什么方法呢？其实没有什么秘诀，他就是比任何人认真，比任何人努力，比任何人愿意付出。任何的活动他永远是第一个到，任何的会议他永远抢着来讲话，永远每一次有任何的递交或者是成交，他都会帮人家去成交，成交了功劳都会给别人。他永远肯学习，他永远肯突破，他永远就是愿意付出比别人很多很多倍。他以前在路上每一天，真的，我刚刚认识R位的时候，他每一天驾车，有时候我们说，哎，我约你来我的家啊，你的家30 km 好远哦。可是以前的他，每一天在马路上大概要奔驰1000个 km， 你可以想象1000 km 吗？1000 km 是多远？从新加坡直奔大三角，再从大三角解决完的问题，再从大三角直奔回来新加坡，真的几乎没有什么时间陪孩子、陪太太、陪家人。可是他知道，这是他必须、他一定要做的。所以各位，这14位总监、这14位副总监、这14位总经理，他们就是跟老板有一样的特质，他们永远比人愿意付出更多。永远比人计较的少，永远愿意自己吃亏，永远看到需要他的地方，他第一个站出来。所以不要看他们年纪轻，他们接下来一定会带领着我们，让我们R位每一个国家做得更大，做得更了不起。所以各位，R位有希望了，真的有希望了，越来就越有希望了。老板在韩国介绍他们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一个东西，我想到8年前。8年前，这里有几个人可以见证的？8年前，2011年，我那时候认识老板大概2年了，我都是帮他做一些工帮他做，可是我不是他的员工，我跟自己说我不要再做直销了，每天给人家骗。可是那一次，他在云顶做一个活动，而那一次我也帮他做一些这个活动的安排。而那一天他在台上，他就说了，他从今天开始他会有一个副总裁的职位。他就说，第一个就是跟了他很多年的，不管他去哪里，那一个人永远没有第二句话，永远就是跟就对了。而那一个人呢，第一个副总裁呢，就是 Claudia Ong， 所以当场每个人拍手。然后过后呢，老板就说，第2位副总裁是他心目中一直很欣赏的人。他坚持在R位前1年的时候，他一个人披荆斩棘，一个人独自的坐车、驾车上上下下高速公路奔来奔去的，就是不愿意请别的人，就是要等这个人来加入。而结果他感动了那一个人，而那个人加入了，而那一个人就是我们的Dato Kenny， 就是我们的发展部的总监，他就是我们当时候8年前他是副总裁。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说还有一位，这一位呢，我也是追他很久了，追到他以为我要追求他，
其实不是，因为他比我老，而且人家有孩子、老公，我也有很漂亮的太太。但是我一直在追求他，我一直在等他，因为我知道瑞威需要行政，需要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我突然就想到，他那一天不断的跟我讲：“哎，Ivy，给我一张你照片呢，给我一张你照片呢。”我说：“没有啦，要我照片来干嘛？给我啦，给我一张照片啊！”我就坚持不给他照片。然后他说，他就台上说，因为那个人不给我照片，所以我只能放一个猴子在那边。然后那一个人呢，就是我接下来的副总裁，我们的 IVC。各位，我是这样子被摆上神台，就加入瑞威的，莫名其妙就做了瑞威的副总裁。我感恩老板用了一些的手段。各位不要每次听到手段就觉得不好，如果那个手段是善意的，是好的，好不好啊？好啊。如果比如说老人家不肯吃青菜，你用一些的手段把那个青菜弄碎碎，夹在一个肉里面，肉碎你给他吃，好还是不好？可是这个是手段吗？这是一个手段，这是一个方法，让他去相信，让他去更好，过得更好。所以各位接下来一定要给我们的副总监，给我们的总经理很多很多的支持，好不好？所以我刚才讲的东西呢，有一个人可以见证，就是接下来的主讲者。接下来的主讲者最有资格讲瑞威，因为他在瑞威刚刚出世的时候，他就认识瑞威了。那个时候在大山脚，老板在咖啡厅，兴致勃勃的，每次在跟人家讲解他的梦想、讲解 Badir 的时候呢，这一个人已经在那边了。可是他是在那一边的隔壁2个桌子，然后呢，老板在那边讲，他就隔了2个桌子，打开他的报纸，然后呢，冷眼旁观，他在看这个年轻人哦，几时会收拾包袱，乖乖的滚回去新加坡。然后他就是这样，即使那时候有活动的话，他在耶利去，他也是不进去的，对不对啊？耶利你自己去，你好自为之，你不要拉我进来。这一位人呢，他真的见证了我们瑞威的成长。他原本做保险已经做了16年，而且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保险从业员。当他做保险的这一段岁月里面，他非常的认真，对于他的每一个客户，他非常的认真去学习他应该学习的知识。所以当他要决定要来瑞威的时候的那个过程是挣扎的，是痛苦的。但是当他毅然觉得这是一个机会的时候，他毅然的加入。各位，他现在是我们瑞威里面，坦白说，我不知道这间房间会不会有多少%是他的人啊？应该很多吧，很多啊，很多是 Diamond Galaxy 这边下来的，请拍手一下。他开枝散叶，生了很多的宝宝。生了很多很了不起的领导人，包括我们的 RSA， 包括我们的 EIG。所以接下来各位，真的一个63岁的老人家，这么愿意去贡献更多的知识给大家，我们一起来好好的跟他学习。所以各位，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主讲者，我们有请我们的 Mr. Loh Chin Joo， 我们的 Team Elite Pegasus 3。好，谢谢大家。今天是美好的一天，因为今天有很多领袖、很多成功的人、很多富翁、很多对利位很有兴趣的人都在这里。因为这一场这样的一个领袖培训会，每一次我都在看下来，我都有很大的感动，因为每一场都比一场越大，越来越大，而且从后面坐在后面的人，慢慢越坐越前，到最终坐在前面。
因为这个领袖培训会造就了很多很多新的机会给人家，给那些想要的人。因为这个领袖培训会给了教育，老板给了机会，造就了很多人的生命改变了，很多人的未来都变得不一样了。因为这个领袖培训会，它使到立位这个名字变成一个品牌，立位这个公司这个产品变成一个必需品。现在很多人当讲到立位，已经没有人讲我们的产品不好，每一个人都觉得说立位是一个很好的公司，有一个很好的产品，只是往往他会觉得他不适合立位，他不是那个料。但我在心里在想，如果你今天有在这里的话，如果你这种想法的话，我觉得你必须用另一种想法来想想看。如果别人可以，我相信我们也可以。如果别人能，没有理由我们不能，对吗？所以各位，不要再怀疑自己的能力，不要觉得我们很渺小，不要觉得我们很平凡，因为立位已经造就很多平凡人、渺小的人物变得不一样了。各位，不是这样，在这里你看下去，这里一堆，对吗？包括我本身也是一个小人物，因为立位，我改变了我的一生。我今天在立位所拥有的那一切，所得到的，是我过去做梦都梦不到的，从来不敢想象里面，脑里面是完全空的，不曾有过了。但他今天，他实现，他真的发生了。各位，我可以跟大家证明，你有梦想还没有完成的，你一定要来立位这家公司，因为立位才能够实现，可以帮助你实现你要的梦。我不敢他说立位是全世界最好的公司，不过到目前我没有找到一家比他更好的公司。我今年60多岁，如果我都可以改变，我都可以做到，在座各位，你可以做到吗？所以，如果你够努力的话，你比我更快。但是如果你做的比较疏散了一点，也许你慢多1、2年，你也是会做到，那只是时间而已，对吗？那问题是，当你看到，当你知道，当你想要，我们还有什么理由选择慢呢？对吗？对吗？好，那么我也感谢立位这家公司今天给这个机会，我站在这里，跟大家再次做一些分享。因为对我来说，每一场坦白讲都有压力，因为我知道每一场带给我的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各位，今天这一场，我希望能够好好用心，大家好好用心，也许它可以改变你的一生，它也可以改变你的朋友的一生，你身边的人的一生，因为有你的存在。所以今天在座每一位，你都是重要的人物。将来你为这个公司、这个机会、这个产品能够发扬到哪里，在谁的手里？就在各位的手里。不管你坐在前面还是在后面，你都是一份功劳。因为有你的存在，我们才会做得
那么的有劲，公司才有那个能力去发展，有那个梦想去发展到全世界，各位。所以，我觉得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你都是重要的人。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你都是给我们力量的人。所以，我们的掌声给所有出席者一个掌声，好不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刚才谈到，除了这感恩，还要感恩谁？我觉得也要感恩一下，就是立威这家公司，对吗？我们再次也跟我们的 CMD 团队啊，我们给立威公司跟 CMD 团队也一个掌声，谢谢大家。有一个宝藏，有一个大山洞，里面收藏着很多的宝藏，但是它的门上锁着了一把很坚硬的锁头，因为这把锁头用任何的棒子、铁锤都没有办法把它打掉，因此这个宝藏、这个山洞没有人可以进到。那有一天，就有一位人士，他找到了，他想开这个山洞，他找了2把重要的锁匙，一把叫金锁匙，一把叫铁锁匙。那么这2把锁匙拿来之后，第一，金锁匙就说了：“我是金锁匙，我比较厉害，让我先试试看。”所以这位金锁匙，他马上跳进去，把锁匙插进洞里面，然后转来转去，再插出来，再拿出来，再插进去，再转来转去，弄了整10多20分钟。结果这个门有没有开？没有。那个铁锁匙他很平凡，他说：“算了吧，让我来吧。”所以他同样的，他把他的锁匙插进了那个洞，很用心的、轻轻的，不到1分钟，那个锁匙开了。厉害吗？厉害吗？厉害！所以这个铁锁就是说了，你知道吗？为什么我可以开它？因为我了解他的心，对吗？对的。那位金锁匙他听了也不服气，他说：“我知道啊，不过我插爽不可以咩？”所以各位，市场上是不是有2种人？有没有？有一种人是真的很认真的，但很平凡，对吗？不过很用心，他是可以打开任何的锁头，而且可以得到保障，对吗？另一种人是金锁匙，对吗？他做任何东西都觉得了不起，结果到处插爽而已，没有任何成就。所以各位，你要如果你是那把锁匙，你要成为怎样的锁匙？要铁的还是要金的？我相信，如果你要爽的，你选择金的咯。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得到保障，得到那个珍贵的这个珍宝的话，你要变成一个什么？铁的，对吗？坦白说，虽然它是铁的，但是它的价值会不会比金的更有价值？会还是不会？各位？会，我觉得会，因为宝藏里面是最值钱的。一个能够开启任何宝藏的，那是一个重要的，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对吗？是一个重要的东西，对吗？所以各位，如果选择成为这只铁的锁匙，想开启任何宝藏的，恭喜大家，因为我觉得你的选择是对的。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来浪费时间、来玩、来爽而已的人，对吗？所以各位，今天这一场，好，那么今天这个领袖培训呢，第1场是什么开始？我的主题是赢在执行力。对，我们不是说而已，我们不是想而已，
我们是要做出来的。我们是要今天来探讨，如何才能够把这份事业做得更好，如何才能令到我们的未来更亮丽。因为我们今天来这里不是来困的，不是来浪费时间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在生命当中，想请问各位，你在追求些什么？谁能告诉我一下？这一生当中，你在追求什么？你在追求什么？钱吗？对，你在追求赢。对，对我来说，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在追求，那叫赢，因为我们天生就是为赢而来的，你相信吗？在好多年前，有一天晚上，那天的环境非常不错，有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不一定是两公婆，忽然间很兴奋，对吗？很 happy， 对的吗？所以男的身上跑出了几万只虫、几亿只虫，知道吗？冲向女子的身体里面，结果遇到了那粒蛋，对吗？结果一个生命的诞生。结果几十年后，那只虫在哪里？那只虫就坐在这里，对吗？同不同意啊？你就是那只虫，对吗？你再想一下看，如果当年，如果几亿只虫里面那一只虫如果输了第二次，那你今天在哪里？你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对吗？对吗？如果你是第二次今天来到这个世间的，那个是你的姐姐，那个是你的妹妹，有可能是你弟弟，有可能是你的哥哥。但是那一时刻，在几亿只虫当中，你赢了。你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你已经赢了，对吗？所以我们出世是因为我们赢了所有的人，赢了我们的兄弟姐妹，因为兄弟姐妹为了我们而牺牲了。各位，但是我们来了，我们来了世间之后，我们是不是还记得，我们是为赢而来的？我们是一定要继续赢下去，还是赢一次就够了？我不知道，这是每个人的选择，对吗？来了这个世间，我小时候，如果我很认真的读书，那今天我叫什么？你见到我要叫我 doctor， 对吗？要叫我医生，要叫我博士，也可能你要叫我工程师，是一个很尊贵的名字，因为我很厉害读书。但是如果我在读书方面，我在学业方面我输了呢，那我就比人家聪明，我不需要读得很辛苦，我提早毕业，对吗？同不同意啊？有没有很厉害的人提早毕业的？有没有这里？啊，我就是其中一个比人家强的，人家读10多20年，我不用了，我读几年就给毕业了的，所以证明我是强者，对吗？所以在继续长大了，我来到了市场，我就看到什么？我在看到这个时刻，我会追大了，要不要追女孩子？如果我输了呢，怎么办？结果是什么？我会看作爱人结婚了。新郎不是我，同不同意？再继续，因为这样我继续在很努力的创业，很努力的工作。我想创业，但因为我能力不足，因为在事业上我输了，在事业上我不够人家来，所以答案是什么？我必须教别人的老板，对吗？对吗？各位，再继续工作过后，如果我没有做改变的话，如果我在社会上输了呢？那我很多朋友会离我而去，因为他看不起我，他觉得我不够资格做他的朋友，或者他不想参我这样的朋友。如果在财务上输了呢？
那今天我会发现一个情况，就是什么？我看到手机响的时候，我该怎么样？关掉声音，对不对呀？因为我财务上输了。所以各位，我想跟大家说，我们今天来到的世间，想想自己，我到底这个时刻我在干嘛？我在等什么？我在追求什么？我觉得这个时刻，我们必须告诉自己：如果我现在是赢了，我要继续赢下去，对吗？如果我输了，没有关系，我从这个开始定下目标，我一定要赢下去，对吗？因为我不认命，因为我不甘愿，我本来就是天生的赢家。为什么今天变成这个样子？什么时候开始我变成困日子了，随随便便了？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放弃了，我已经认输了？各位，所以让我们来看看，如果你是的话，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好吗？好，这个市场上哪一些不被需要的东西肯定会被丢掉了，对吗？刚刚过年之前，你们有没有大扫除？你有没有倒掉一些垃圾？那些垃圾有一些不是还坏的，只是因为我们已经不需要它了，它可能都没有坏，因为它不需要了，阻碍我的空间，因为我已经不再用到它了，结果它就被我丢进垃圾桶。命运好的话，还会做recycle；如果命运不好的话，直接烧掉，连尸骨全无，对吗？对吗，各位？那些不敢改变的人，在现今科技发达、科技进步、资讯发达的时候，哪一些不寻求改变的人，将会被取代？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是事实。这个事实非常的残酷，但我们必须要接受，因为这个就是现今时代的社会。所以，如果我们要继续存下去，要继续走这条路要走下去，只有一个选择：改变，把自己变得更好，把自己变得没有人可以取代你，把自己变得更强、更了不起。每一个人都真的想要你，想争取你，想学你，把你当偶像。如果不再改变的话呢，有一天，也许我们跟垃圾桶那堆垃圾被烧掉了，什么也没。但是在利未，我们应该不允许它发生。利未这个环境也不会真的给我们发生，变得没有价值。好，那么在那些传统的思维的事业，在市场上也有很多很多的事业，各位，他们也逐步的要离开了这个市场，因为他们没有改进，他们没有办法竞争的，因为市场的速度太快了，他们不够速度，市场其他人的速度快，因为市场的改变太凶了，太竞争力了，所以将会淘汰掉一些不争气、思维不改变的人，所以这些将会在市场上被别人取代了。所以各位，这个时刻，真相就在眼前，我们要选择成为怎样的人？被淘汰、被取代，还是被转移了、退出了？各位，但我觉得，在座每一位来到的人，我想这3个都不是你的选择。我们来这边是因为我们要重新选择一个赢的人生，对吗？因为我知道，只有赢下去，只有不停赢下去，我们生命才会有价值。只有赢，我们才会更有作为。只有赢，我们才能去帮助别人。所以这个时刻，
赢是对每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好，那么我们来看，今天是我们 V-Way 2018年最后一季的终极领袖表扬大会。今天这一场表扬大会很与众不同，跟我们以往过去这么多年的表扬大会不一样。今天基本上可以算是一种庆祝会。今天这一场是做给在座每一个人的。在这里，允许我宣布，2018年 V-Way International 终极的庆祝会现在正式开始。坚持的梦，眼泪的决心，紧握的双手，去创造一条光辉的道路。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不一样的瑞威，在我的心里，瑞威它就是一个家。梦想一定要有，而且要大，因为我们的人生只有来这个世界一次。今天来到立威，用你的眼睛来看一下，到底它是什么公司？只要你跟，你就可以做到。会出现骄傲的翅膀，苦和喜一起同享，给世界一个意外，荣耀和光辉，终于让我找到。如果你想要开创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那么遇到绿威就是你天大的福气。如果在这样一场这么震撼人心的一场表扬大会，还不能够激发到你的梦想，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激发到你。Kesuksesan yang paling indah adalah mencapai sebuah hasil tadinya diragukan oleh orang lain.改变自己，突破自己，实现梦想是一种实力。一起唱吧！Ayo lah kita berjuang bersama-sama, tekan ini pantang mundur tania. 1、2、3，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缺，经历非常非常多的风风雨雨，给一个目标，绝不罢休的目标，没有不可能不完成的事，创造一个自己想要的未来。2019年将会是 V-Way 崭新的一年，崭新的第一年。接着下来的 V-Way 应该会让你们更加的受不了，应该会更加的精彩，应该会更加的振奋人心。
立位，2018年12月的终极表扬大会，这一场了不起的一场大会，震撼人心的一场大会，创造历史的一场大会。各位看起来，你会觉得这家公司是不是很大？你会觉得这家公司是不是很了不起？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一些是理所当然的吗？你们知道，在过去这件事情怎么来的吗？它是不容易的。在市场上，这一场表扬会在新加坡，这几万人啊，各位，几万人，不是开玩笑的，而且是唯一的一家私人公司可以在国家室内体育馆举办这样的一场大会，而且当天晚上还做到什么？没位坐，对吗？要挤，对吗？各位，这是什么世界啊？很多人都说整个市场很糟糕、很坏、很烂，不能做，对吗？这个过年啊，很多人连花红都是0啊，各位。有些人薪水要等开了年才发薪水啊，因为老板收不到钱。你们知道吗？有多少个人过年就穿着去年的衣服啊，没有能力啊，但是立位却发了30个月的花红。天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各位，市场这么难做的时刻，很多人都讲市场没有钱，生意很难做。但我们卖到不够货，我们卖到要排队领货，卖到要进单电脑 hang 啊，知道吗？动不了啊，电脑都中风啊，不是开玩笑的啊，各位，好可怕，对吧？你会想象得到吗？这个不是开玩笑，它里面一定有原因，对吗？它里面一定有些东西造就了这个情况的发生。所以各位，我相信这家公司已经赢了，对吗？因为市场上我们应该说是在我们所知道的地方，应该是要做 number one 的，对吗？假以时日，我也期待着它成为世界的 number one。这个一点重要都没有，因为它跟我什么关系？如果我没有在立位赢，它跟我什么关系？对吗？除非我在立位，除非我现在已经加入立位，对吗？否则它已经关你什么？你分到多少？各位，从这个时刻，如果真的有一天它发生了，真的它变成最大、最强、最了不起的公司，这个时刻，你是不是坐在前排啊？还是你在后面帮人家鼓掌？你选择，对吗，各位？所以各位，我们还有时间，我们要来想想，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该做一些什么东西，才能够跟他站在他的身边一起成长，陪伴立位一起成长，一起成功，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对吗？各位，立位这家公司，他凭什么在短短这10年之间，他颠覆了整个直销界的历史？他超越了很多很多的公司，他与众不同，而且他将会大肆发扬光大，你相信吗？为什么你这么简单就相信我讲你是相信的？我凭什么讲了你会相信？你如果凭我讲，你不要相信，因为我不知道。但是老板在做一些东西，
我们看在眼里，我相信。如果老板不知道他未来会大到哪里，请问他需要升级14位高层总监级的人吗？需要吗？14位啊，各位，升级要不要加薪？花红难道是印的吗？自己印的吗？佛罗塞米星印的吗？那些花红，对吗？是真金白银啊，对吗？那去哪里找的？垃圾桶有啊？不是啊，是真的在里面，在公司里面，在裤袋里面掏出来的真金白银。因为老板知道立位将要报了，所以他需要大量的人才来支援我们，对吗？我们在外面做了很辛苦，老板知道吗？知道。我们公司尽量想尽办法来提升我们，想尽办法来把一个系统建立，来协助我们更有效、更简单的把这个市场拿起来。各位，老板培训这些升级这10多位，要不要升级下面的？这些升级下面还要不要进人？要啊，各位，不简单，想到你都怕。30个月，你市场好像几乎接种了，现在市场30个月花红差不多要接种了，应该叫恐龙了，对不对？现在哪一家公司给30个月？你有听到吗？有，请麻烦你举手一下。你们这里就哪一位拿过30个月，请举手一下。只有立位，立位愿意给，立位愿意培训人才，因为他做了很大的准备，将来迎接新一代领袖的诞生，对吗？他会将来准备训练多一批领袖，进攻到国际，把市场拿起来。问问你，这个时机是不是好时机？是好时机啊，各位，因为第一个10年过去了，另一个10年正式开始了。那么可能你会问，那10年前是什么样子的？10年前应该比较好做吧，对吗？因为没有人做，对吗？来，请问这里有人讲了10年前比较好做的，请举手一下，因为当时没人做，有吗？哎，你们这么乖的，很多人我在外面讲10年前好了，没有人做，真的很多人做，有吗？有没有？你们有讲过这句话吗？以前比较好做，现在比较难做，因为现在很多人做，以前没人做，有没有？有，麻烦你举手一下。我全部人都认同啊。其实告诉各位，对的。10年前跟现在，你问我的话，10年前真的很难做。为什么？因为我们卖1盒啊，听好来，1盒，今天卖出1盒，今晚要去吃餐啊，吃晚餐庆祝卖1盒，不容易啊！今天你就卖1盒，人家1盒罢了，赚什么？我卖杀的，没杀我都不想做，听嘛，有没有？哇，有没有？对，1盒。我们1盒吧，你问林顺利，这里有一个证人叫林顺利，对吗？啊，林顺利在哪里？哦，当时林顺利卖了1盒，我们当晚开酒、啤酒、喝酒庆祝卖1盒。想跟大家说，你想想一下，业绩多大？如果那个月可以做1星，哦，你们知道吗？马来西亚第1间分行在哪里？曼拉巴达。2009年2月开幕，第1个 office 诞生，我没有来，我那时还没有出事，在立位还没有出事。2010年2月，立位扩大了。隔壁在2楼多租一个房间，立位2间了，楼下都没有啊，对吧？拿2个楼上罢了，什么大不了？加加买买，
2个租，这2个楼上不是买的租的，很大，知道吗？那时候很大，很威风，剪彩，我有份呢。各位想象一下，当时剪彩的人非常非常的轰动，非常的隆重。我们的立位的精英全部新加坡、马来西亚精英全部下场，湾煞、杜煞、地煞全部下场，16个人剪彩。原来立位有16个领袖，你知道吗？湾煞加杜煞加区煞有16位，了不起吗？哇，不得了哦！哇，那时候我们在那时候Mr. Lim，哇，不得了，很兴奋，我们大了，我们的 office 终于长大了。那各位，如果你现在这个时刻你听到，你会怎么样讲？啊，你马上走出去坐车回了，对吗？对吧？立位是这样的态度，因为这个公司虽然它只是2间小小间的楼上，不过在 Mr. Lim 的眼里，他说：“我将会是马来西亚最大。”一般人家，这样子叫什么？2个人连楼下都没有，楼上吧就最大，开什么玩笑，对吧？你可以不相信，现在他不是马来西亚最大，是整个亚洲都出名，对吗？现在他不是16个领袖而已哦，现在一个领袖了。如果我们的湾煞站出来，每个人吐你口水，你全身4到晚不用冲凉了，同不同意？所以各位，Mr. Lim 有一个梦想，他一定会做到。他曾经也说，有一天他要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办一场属于立位的表扬大会，对吗？去年有没有做到？做到。我们来看回来，如果这个人不是疯的，他不可能这么说，他会最大。所以我在想，这个人应该是疯子。如果疯子讲的都能做到，那我要做疯子啊，对吗？你要不要做疯子？所以如果要成功，一定要先发疯了，对不对？问题到你还很正常，对吗？请问正常的人请举手一下，正常的你举手一下。哇，没有几个吧，全部都不正常啊！恭喜你，你成功了。因为我也不正常了，对吗？对吗？立位开始的时候，的确是在一间咖啡店。每一次我的办公室，坦白说，比立位的办公室大间啊。你一个比我小间的人要来叫我去整间公司上班，我是2间，他才1间，你要来跟我谈啊，对不对？倒不如你来我家公司上班，我教你做保险，对不对？那错了，这样想错了。因为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很清楚知道他要做成什么东西，他很清楚知道他要去哪里，但我没有，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做有钱，没做没钱咯，对吗？今日做过了，明年再打算咯，是不是啊？啊，是不是啊？各位，这个公司。当时我每一次我在窗口我看下去，看到咖啡店有几个神经病的人。那间咖啡店是全部老家伙，无所事事的老家伙，退休人士，每天在那喝茶，一喝就4个钟、3个钟的，因为没有钟好做，对吗？有一天来了几个年轻人，有老的也有年轻的，穿着大衣绑着带，坐在那边，我受不了。我做保险的都没有穿带，都没有绑这条带都没有穿带，你凭什么穿带绑带？你到底是何许人物？所以我就转个身，我就叫叶丽，你去跟我问看怎么样？他真的不用问，我知道那个我老爸坐在那边。我跟你讲，他做直销的，
我跟他讲了，又来了，又来了，又来马来西亚搞整了，知道吗？我看他怎么死。记得不要，我不需要政治这样的人，你不要介绍给我，对吧？对吧？所以时间到了，要不要喝茶？时间踢他嘛，对不对？我气到他坐那边，我就坐这边，坐他看着我就拿报纸起来，中间各层报纸，我跟你汉界组合，互不相干，河水不犯井水，直销跟保险是没有来往的，对吗？对吧？正常吗？很正常，对不对？那时候是这样的，所以叶丽就走进去，因为他老爸坐在那边，他就过去那边坐咯。你气咯，我就坐这边咯，我独立人士嘛，我没有联盟的，我也没有什么帮派的，对不对？我不像马来西亚政治有帮派的，对不对？我是独立人士来的，知道吗？好了，时间就这样过去了，直到有一天，叶丽因为这个产品，他来告诉我真的很好，他告诉我你试试看。他跟我说了很多道理，你不妨你来试试看，不然你也都可以做。讲到试，讲到次，讲到做，汉界组合，免单 stop， 英文叫做 talk to my hand， 对吗？我刚学到了，对吧？不要跟我讲，对不对？对，所以时间好几个月过去了，直到有一天，叶丽跟我说，我们要办 OBB， 你能来协助我吗？你能吗？你能帮忙吗？帮我们看 OBB， 你帮我做一下 PowerPoint， 可以吗？我说好了，什么东西拿些资料过来咯，我们就来做咯。因为这样一做，慢慢要做，要不要去想，要不要去看，要不要去找资料？找，好像这个产品有点不错。叶丽讲，你写的东西我不会讲，你讲哦。所以我们保险人好练的嘛，对不对？对吧？优越感的嘛，对不对？讲就讲咯，对吧？所以这样子就跨进了立位。好彩不像 IB 是被摆上台的，对吗？对吧？IB 是被摆上台的，我是自愿跨进来，前来送死的。好，各位，你们会想象得到，一个乡村的一个老人家，我当年有50多岁了，一个工作事业已经做了10多年，非常稳定的。我不单是做保险，我还有女用公司，我还有清洁公司，收入不敢讲很多，但还有几万块，对不对？几万块 OK 吗？可以吗？第二，但是叶丽这个人就是不知道哪里，他先发疯了。他跟我讲，我要关掉我的公司。我就开始有点高血压了，知道吗？好的公司他要关掉来做直销，是不是他有问题？要不要找个张天师做一做，看到我们种茄啊，对不对？还是种摸啊，还是拜神创造暴力，创造肮脏东西啊，对不对？开始就讲你要做，我们说好的，你要搞什么东西做直销？你要做直销，倒不如来跟我做保险，对不对？对吗？他说不要，我就是喜欢。后来我想，真的，那是真的。最后他的坚持，他的要，我跟他讲，既然要，如果我做保险，你做什么？你做直销，结果到时我是睡2号，你肯定睡3号的，对不对？因为语言不通，沟通不良，对吧？因为生活方式不一样，对吧？对不对？最后只做了一个选择，可以的话，如果真的要，必须全部放弃，你可以吗？我心里在想，这个女人刚才讲放到全部几万块飞掉了，对不对？不是几十万啊，她当很多人那个钱这么多哦，那是好多钱的嘞。对我来说，那时候好多钱，不能跟立位比啦，对不对？不过当时这样，我想到这个人一定是不能的，一定想放。结果他可以关就关，6个月后全部关到完。我保险先关，接下来就你用关掉了。所以要感谢叶丽
不小心把我带进来，谢谢叶丽，谢谢叶丽。也要谢谢叶丽的爸爸光速，因为有他的过程里面，有他的陪伴，有他的带领，一起工作，所以才有了今天。那我是一个乡下人，我爸爸是个农夫，没有什么身家地，我只是脑里面只有11根筋，就是说钱。所以你看我的样子，我在讲这样钱。简单的看，你再仔细看，我是Louis Vuitton的，我钱跟你样，我的脸跟钱没两样的，对不对？所以罗金都是Louis Vuitton，正常吗？告诉各位，穷人都很正常的。你问 IV， 以前 IV 的脸也是一个 S 2画的，对吗？你问看，我们可以做到冰山，做到中风没关系，就是不给穷死，对吧？所以各位，我想跟大家说，因为那个时刻，我是一个农夫，所以一生当中从小到大都没有停过工。我可以一天做3份工。如果你晚上我得空，你问了你要做工吗？有钱吗？有钱 OK， 做什么来？我就是有钱就可以了的，所以我是很便宜的，你知道吗？来弄货来的，知道吗？什么的，你只要有钱我就 OK 了的。所以那时候我是第1级应招男郎，你给钱我就应招了，要去走去哪里，对吗？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对不对？其实现在我在立位是应招男郎来的，是高级一点的，半夜电话来的我也是照过我照去的，对不对？而且不管男女我都要接受的，知道吗？好可怜。不管老少我都要接受，我不能讲 no 了，对吧？如果我有时间，我肯定接客的，对吗？不要想到歪了，接住客户啦，对不对？接客不是只有女的可以接客，男的不可以接客咩？那我在老家，我要我感到很兴奋，你知道吗？摆在巴沙马路上没人要了，对不对？好，各位，从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什么都没有，直到50多岁，他讲一件好笑的事情，到53岁，我还没有去过新加坡。不过我也吃过一次哈代，偷偷告诉你个秘密，我去过哈代，为什么？因为巴硕做了5年，没有机会出国。所以最后那一天，他说你不做一下，等下你不能理我，所以马上坐巴士才进去做个又回来了。所以我终于出国了。好，再谈回来，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从来讲，当我们过了之后呢，慢慢的，从不了解立位，到慢慢理解了立位，从不接受到接受，从不相信。不认同，到今天认同，各位，那过程不是偶然的，是因为有一个人做了很多的东西，对吗？他证明立位是一个不一样的公司，他证明立位是可以做的，对吗？他证明立位造就了很多的人才，对吗？所以我把自己定位为人才，所以我要来立位，对吗？所以各位，问你自己，你是不是人才？是就来立位咯，对吗？不然好浪费，知道吗？人才不能发挥是很痛苦的，知道吗？所以各位，因为来了立位，一个平凡人到今天拥有，我感恩，真的要感恩上帝给我机会认识立位，要感恩遇到了贵人林先生。遇到一个好的产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从2009年11月到今天，我已经足要将近10年了，9年多了。那这10年当中，我从以前的工作方式，刚才讲我改变了。如果我不改变，我将会被大扫除扫进垃圾桶里面去了，对吗？对吗？淘汰了，对吗？那么今天的情况，我来了这家公司，结果认识了林森利，我们一起的工作，接下来再认识了蓝薯条、Melissa、Andy Shaw。4天是在2011年11月，因为我很清楚，因为单是我们基因的，对吧？
接下来又认识了桂兰，也差不多是那个时间，是蓝湖国的太太 Christine， 认识了 Alan Chong， 认识了 Alex Chiu。同样的，吉隆坡认识了一个叫做曹圭调的柯尊添，认识了罗素家族罗凯生的家族，他的爸爸。慢慢的认识了 Melissa， 也同样时间跟4天的时代一样来的，因为这样造就了很多很多，慢慢的到印尼去了。各位，今天会有今天造就我站在这里，坦白说，不是我一个人的能力所能做到的。这一路走来，都是有这些领袖他们的陪伴，而且他们在默默的耕耘的支持，因为有他们，平时在工作上，在做任何的活动上，他们都全力以赴，做得非常好。因为有他们，令到我很轻松；因为有他们，所以当时 Diamond Team 才人数就越来越多了。那今天，我跟叶丽2个人，加上光速几个老人家，来创立的 Diamond Team， 到今天，我不知道他有多少人了。现在叫 Diamond Galaxy， 对吗？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了，但我知道也没用，因为今天你知道，明天就不一样了，又增加了，对吗？下个月又变了，对不对？所以知不知道已经不重要，对吗？重要知道，我饿不死啊，最起码这一生应该饿不死了，对吗？对吗？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够，我觉得应该有更多人，因为接触这个立位，能够得到发扬光大，能够得到帮助。我饿不死，我有饭吃，但我觉得应该这个荣耀，这个喜悦，这份事业应该给那些有缘人，对吗？给那些想要的人，对吗？那当时我要感谢你，我也是要感谢 Andy Shaw 夫妇创立了那个 RSA 团队，谢谢你，谢谢你 ，Andy Shaw， 谢谢你。Andy Shaw 是个非常了不起的领袖，单枪匹马，他只是问我要如何成功，我跟他讲了之后，他就做了，他100%的跟从，100%的做，而认真，他没有给我制造任何的麻烦，他2个很独立，一来就开始自己讲 OBB， 是一个市场上很难找到的领袖，但我不知道哪一个缘分，通过一个组织里面的一位人士，把他带到了 Diamond Galaxy， 所以 Diamond Galaxy 现在有位了不起的人物，叫做 Andy Shaw 跟 Penny 夫妇，对吗？同样的，2011年，那里另外一位我认为他不可能会来的人，他也来了。这个人，坦白说，他跟我讲话，坦白说，没什么味道了。他看到我已经不喜欢我了，我闻得到他不喜欢我的味道，对吧？他看在他姐姐的份上，对吧？容忍一下，对不对？但是他真的这个人，他能够归零。把他过去所知道的、所懂的全部放下，从立位开始。因为业力告诉他，如果你要来，你必须从Diamond Galaxy开始，你必须跟着立位，跟着我们的方法来做，可以吗？他说可以。那几年当中，的确有了这个人，我真的方便很多。我原本在想 Diamond Galaxy 应该现在掌舵人应该是他，但是没办法，因为他真的太大了，对吗？他也必须要独立了，对不对？所以他又把
莱蒙格雷西的摊子交还给我。其实，所以这个人坦白说，我认同，他真的非常了不起，而且过程当中这几年里面有他的帮忙，我们还做得很顺畅。我们有很多创意的例子，都是因为有这个人，因为他的信任，因为他的市场上他有很多 area 可以收到很多 information 收风啊，他可以收到很多市场的消息，他可以很多创意。那么这一个人是谁？你们知道吗？就是我们的飞马士丹书店，对吗？丹书店，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真的。当然，我们组织不死他，我们还有很多人，对吗？有没有顺利组织啊？有没有啊？有 Oliver 有没有组织？有没有啊？有印尼的会组织有没有啊？有菲律宾的有没有啊？其实还有，我如果要讲，那就 IV 要给我多3小时，但不需要，对吗？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好了，这些东西只是想跟大家说一句话：组织会大的，你必须相信。当公司在大的时候，只要我们跟，组织就大，对吗？所以今天我们不用再怀疑，因为公司带领下，跟着公司的脚步，我们跟一下就成功了，对吗？所以不要怀疑，来了就敢来，不怕死你就来，来了你也不会死，对吗？怕什么？对吗？如果要死，罗金就丹尼利早就死掉了，对不对？对吗？我比较容易死嘛，对不对？咱们还有 Simon 呢，对吗？我的上线领袖，对吗？要死也是他先死，跟我先死嘛，对不对？有死过了，我们还上岸在这里了，对不对？证明放心，要死没轮到你，你还长命百岁。告诉各位，我也没这么快死，因为我要像马哈蒂这样90多岁还在立位。所以换句话说，我还有30年的青春，不是岁月啊！叶律师讲我只有岁月没有青春的，现在我几青春，你知道吗？好，现在谈里面一点点哦，我大概也知道。好了，这些里面大概的何谓自行力？其实这些东西都是 Mr. Lim 的自行，懂吗？自行力是什么？办事能力，简单的说，或者完成任务的能力，或者达成目标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有这个能力，他永远不会穷。各位，因为如果所有东西知道的完，没有这个能力，他也发达不了，因为只是讲没做啊，对吗？这个是在做的，各位。自行力是一个人成功的关键，一个事业成功的关键，就是每一天把事情办好，把事情完成，把目标达到。每一天，这是一个永远必须要自行的工作。所以，自行力简单的说是做到，把你过去所规划出来，把我们的规划出来，把我们的目标定下。规划出来，然后按部就班去完成、实现它，去执行它。所以最后通过执行力，我们所有最终的结果就是做到。所以问问自己，今天我所得到的，那是我过去做到的；今天我拥有的生活，是我过去所做到的，对吗？那么有一些人他说，那为什么我来立位5年都还没有？因为有一些东西你还没有完成。今日我得不到的，那是过去我尚未完成的。你不是失败了，你不是放弃了，你只是暂时还没有成功罢了，对吗？你是暂时还没去完成，只要你完成的那一刻，你跟我一样的，你跟丹书店一样的，你跟 Annie 一样的，你跟 Simon 一样的，对吗？因为这些飞马们全部都是过去他做到了。所以他名字叫做领袖，他的名字叫做成功领袖。所以各位，今天
我们在这一刻所做的一切，就决定我们明天得到什么。今天我们所想的、所做的、所付出的，就决定未来会得到什么。也就是说，今天你所种的红毛丹，明天它绝对不会生出榴莲，对吧？所以你不要期待我今天种红毛丹，明天有榴莲生出来，没有这回事。但是如果今天你种的是榴莲，明天它也绝对不会生出红毛丹，对吗？所以你担心什么？所以各位，一切就是我。所有的从一开始，在整成功路上，一切都是我必须先去做，都是从我开始。我怎么做，组织就怎么做；我怎么做，就会影响那些想要跟我的人，对吗？所以，我就是一切都是我，所有的东西不有错是我的错，做不到是我笨，是我懒惰，带不到人是我能力不够，我的说话技巧不行，影响不到他，我卖不到，那是因为我还没有学懂怎样去卖的知识，去学懂怎样去卖的那种技巧，一切都是我。不要逃避，不要去埋怨，不要去怀疑别人，只要我本身够强、够好，我相信我会影响到那些要的人，对吗？同样的，如果你够强、够好，你不用担心人家不跟你，你不用担心你在例会赚不到钱，你不用担心飞马不是你。各位，你付出的，就是你明天将得到的。所以，如果还没有得到，是因为时间没到，并不是你笨，并不是你的命不好，并不是你运不好，跟一些都没有关系，那是跟时间、跟我们的付出有关系。我就是一切。你看到那个人，今天 Simon 有今天，你们觉得 Simon OK 吗？谁都知道 Simon 的钱够多了，对吗？他如果把钞票压出来，你真的喘不过气，压着你真的差不多要啮气，你知道吗？要。对不对？钞票多不多？那个安妮说呢，他站出来，他整个山都被他炸掉，对不对？对不对？因为他的爆炸力够厉害，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些，你看到那个人，你就知道他过去做了些什么。我就是一切，做得好，表示你过去做对了，做到了；做得不好，表示你过去没有完成了。各位，所以。结果是真相，你不用骗人，你不要告诉我你很努力，但是做不到。如果你真的很努力，你肯定做到，你早就是飞马5了，飞马10了，对吗？各位不是，那是因为我们认为做到，实际上我们还有一点点的距离罢了，就那一点点，你再努力多一点点，突破了就是了，再坚持多一点点，再用心多一点点的，飞马就是你，各位。不要怀疑，所以结果就是真相。如果努力的，你也不用担心它不会发生。所有的你该拥有的目标、梦想，全部它在等待你。各位，一切都是我，我愿意承担，我愿意去面对，我愿意去自省，我愿意以身作则，我愿意去做得更好，我愿意去不停的往前走。我相信后面将有一堆人跟着来。最后是当一个人做到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过去了，所有的一切海阔天空了。所以各位，没有经历不叫经验，没有经历它不叫经验。各位，经验它不是文凭来的啊，经验是要做到才有啊。没有经验不计能力啊。你没有经验的，没有做过的东西，你没有经验。没有经验，他不会有能力的。没有能力，你很难承担重任啊，一下子就露馅了，对吗？对吗？所以各位，所以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要肯承担重任的人呢，他必须要有能力。要有能力，他必须要有很多很多的经验，累积很多很多的经验。而这些经验都必须去经历、去面对、去做，不停的做，不停的做，
直到他成功为止。当然，人生当中免不了会面对一些什么阻力，阻力不是真正的阻力。当一个阻力带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们不是逃避，不是呱呱叫，不是埋怨，不是骂，我们只有踏上那个阻力，升高多一点点，我们就过去了。把自己升高一点点，把你的梦想升高一点，你看得远一点，这些阻力就不是阻力了。当我们升高的时候，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楚，这些阻力已经变得很小了。所以各位，压力，每一个人都有压力。成功过程里面，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讲没有压力。压力是好事，压力是因为我们要前进，我们才会有压力。压力是因为我们有梦想、有目标要去完成，我们就会产生压力了。当我们压力越大的时候，我们的速度就越快，因为压力会使到我们走得更快。好，那么在这个时刻，想跟大家说，相信Leeway这个平台，请你相信这个平台，因为它已经发生了。请你接受Leeway这个平台，因为它已经创造了无数的人才。请你相信Leeway这个平台，因为这个平台才会实现我们平凡人的梦想。因为Leeway这个平台，它可以照进我们变成人才。因为这个平台，它才使到我们有能量去帮助我们身边的朋友。不是一个人的成功就够了。我们要成功，是因为有一群人要成功。各位，我们必须跟随Leeway脚步，善用Leeway的系统，把人带来大会，把人带来我们的活动区，大量的活动。各位，我们必须善用Leeway的力量。我们的力量很渺小，但Leeway的力量非常的大。我们不要觉得我们不行，我们觉得不行，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怎样借到公司的力。所以Leeway这个平台是不一样的。Leeway这个平台是一个可以给平凡人变得不平凡，可以给有目标的人达到他的目标，可以给渺小的人、没有野心的变得有野心，变得给那些想负起家庭责任的人能够扛起责任。市场上很多人都在寻找一个有力的平台，一个有能量的平台，一个执行力 No.1 的平台。市场上有很多人要赢，个人能力做不到了，把它带来好不好？因为Leeway这家公司的 CMD 团队太厉害了，不需要把自己弄得很复杂，把你全副的来Leeway。如果可以的话，把你的所有过去的武功全部废掉，自废武功，然后来Leeway学习Leeway的武功。因为Leeway的武功是跟市场不一样的，对吗？如果我们能够善用这个平台，我跟大家说，你要劳斯莱斯没什么，你要1辆2辆没什么，绝对你可以做得到，因为你还年轻，时间还长，对吗？如果你要大房子，像安妮说这么大间，没有问题，因为安妮说做到，你都可以做到，对吗？你要像丹书店的交际满天下，朋友满天下，你不用担心。丹书店去到哪里，很多人请他喝茶了，知道吗？因为向他请教，对吗？他全身都是功夫，对吗？他很多 idea， 很多创意，他很愿意去点你，对吗？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也可以做得到。你喜欢朋友，你可以找他。
如果你喜欢像 Simon 这样的人，可以不可以 ？Simon 这样的人 ，Simon 的人就是自由自在的，他想去日本就去日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很爽的。他又像做工，又好像在退休，我搞不清楚他是做工还是退休啊，对不对？你说他做工，他有时候讲说我不要 fight 的，不过你说他真的没有 fight， 他是有时候看他做到很忙的样子，对吧？所以我有一点迷糊，不知道搞了怎么回事。不过人生就这样，古龙小说嘛，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咯，对吧？也是一个神奇人物，对吗？是 Simon 对吧？所以 Simon 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这里不单是他，当然有周丽吗？周丽是37里面一个非常的精英顶尖领袖，对吗？你们知道，刚才在台上分享好不好？如果你不好，你站出来，我踢你啊！跟你讲，对吗？因为全部人讲好，你讲不好，你不该打，不然你就来讲看，你看讲的比他好吗？同不同意？哎，几岁？30多岁了，这么强，对吗？当然，我要讲不完，我只是给大家知道，我们也成为强者，对吧？我们成为赢家，对吧？那么该做什么？很简单，请问你们要成功吗？把你的右手拿起来，很简单，告诉自己，我跟罢了，对吗？然后再告诉你第二句话，我冲，我跟，我冲，跟，冲。很难啊，就跟罢了嘛，就冲罢了嘛，对不对？最重要，你不要在原地踏步，对吗？因为立位不是来等的，对吗？记得，有一个调是不可以听的，噔，就是不要再等了，对吧？对不对啊？噔啊，很多人喜欢唱这首歌了。我们是什么？冲，对不对？我们是什么？跟，冲，对吧？不过你不要唱反调，噔，一直等罢了咯，等到几时？所以各位，成功的时刻，珍惜吧。这个平台不容易遇到啊，很多人在死那一个都还没有听过立位啊，对吗？还不知道立位是什么东西啊，对不对？最起码我爸爸以前没遇过，如果我爸爸有遇过90多岁，他可能都来做立位。不过他死了10年，没办法。所以各位，珍惜吧，我们有缘分遇到立位，我们去执行立位所教的一切，我们去执行我们所定下的目标，我们去完成，珍惜这个平台。这个平台不是永远等我们的，你再等，明年的人就不是这么多了，不是这么少了，明年的人会多几倍，对吗？明年的飞马会更多，对吗？你再等一等，你就老了。所以有一句话这么说了：天亮了，公鸡叫，对吗？太阳出来了。我小时候就这么说，听说的。每次太阳出来就是公鸡叫嘛，对不对？问各位，天亮了，公鸡不叫，请问太阳会不会出来？还是照样出来。所以不要被那只公鸡骗了，不要以为我叫了它太阳会出来，算了吧，你叫不叫，太阳照样出来，对吗？天亮了，公鸡叫，太阳出来了。睡醒了，恭喜你，一天就过去了，对吗？如果睡不醒呢？真的不好意思，你一生就过去了。天亮了，公鸡也叫了，太阳也起来了，你睡醒了没有？恭喜你，
一天过去了，今天是美好的一天，祝你有美好的今天。今天是成功的时刻，祝你有一个成功的未来。恭喜你，这只锁匙，成功的锁匙在你手里，宝藏就在你手里，要不要你决定。2019年猪年的来临，也在此恭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步步高升，事业有成，心想事成，主持大到不得了，赚钱多到数也数不清，好不好？让我们一起在立位赢在自省里，把我们的梦想全部实现在立位。谢谢大家。听了 Mr. Lo 这样子讲，好像觉得可以回家了，对不对？有这种感觉吗？没有哈。不过真的，我们再一次给热烈的掌声，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 Mr. Lo Chin Ju， 真的了不起，一个60多岁的老人家，中气这么足够。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哈。我的阿公应该也是60岁这样子，可是我觉得他很老了。然后每天呢坐住的时候呢，他喜欢在凳子上面蹲着的。你们的阿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因为我50岁嘛，所以你想象一下，我阿公比较老的，他是从中国来的。他以前吃东西的时候就在凳子上面蹲住上面的，他不要坐住的，他就蹲住。然后看报纸嘞，就是报纸放在地上，然后他就是蹲住的。然后呢？有时候看了手指就会在脚趾那边这样眨这样子差不多，这样子。然后感觉当时他应该也是60岁，可是我感觉他好老哦。他讲话已经非常的有气无力，所以我很怀疑你是不是你的报生纸写错日期啊？你应该不是63岁对吗？他比较像40岁，对不对？所以我们再次给我们 Mr. Lo 一个热烈的掌声，再次的感谢他。听他讲，听阿 Jo 讲，其实各位，当你们来上课的时候，你们不断的吸收，不断的吸收。当你们结束的时候，其实哪怕你们只记得一句话，那一句话就会受用无穷，对不对？是用这个成语吗？就非常的受用。比如说阿 Jo 刚才讲的，他说他的姨妈有一个人，他根本都还没有去，亲戚根本没有去跟他讲这个产品，他只不过跟一个表弟，结果就这样讲啊，那个人就已经知道了，看到他就避开远远，甚至很多的是非，讲很多难听的话，所以他讲了一句话：这个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就是要成功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刚才 Mr. Lo 也是讲了一样的东西，就是你要做到成功，人家的嘴巴自然就会闭上。所以各位，很多人一直告诉自己说我做不到，因为他们比较幸运哦，好像阿 Jo 讲的3头6臂，前面的人很奇怪的，你懂吗？其实他们有尾巴的，等下你们可以去摸一下他们的尾巴，躲在后面的，他们是有6只手的，他们是有千手观音的，是吗？是这样子吗？不是，他们真的跟你们一模一样。但是唯一最大的差别，他们从来不把问题当成问题，而且他们从来不埋怨。各位，你知道埋怨是多么恐怖的吗？当你有一个习惯，一个最不好的习惯埋怨的时候呢，我跟你说，你的人生完蛋了，你彻彻底底的完蛋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第一件事就是埋怨，就是别人的问题。是他不好了，是天气不好，是我爸爸穷，是我妈妈没有供我读书，是我的身材不够好，是我的口才不好，是这个是那个，全部永远都是别人的问题，而从来没有检讨自己。所以各位，当你会埋怨的时候，也就是说你停止成长。
你停止让自己进步，因为你觉得一切的问题都是别人造成的，不是你自己的问题。所以刚才 Mr. Lo 讲得非常好，让自己在进步。你知道吗？有些人埋怨到没有的埋怨的时候，埋怨上司，埋怨老板，埋怨老公，埋怨老婆，埋怨一切的一切，埋怨到没有的埋怨的时候，他竟然埋怨他的八字不好。因为我衰咯，我华人企业出事的啊，我真的是华人企业哈，我是农历企业出事的，就会埋怨，哎呀，我的八字生的不好，哎呀，我的面相长得不好，我应该去隆鼻子啊，隆双眼皮啊，我应该改改我的生辰八字啊，哎呀，我的家不好啊，我的家对着什么地方什么风水，各位，我并没有说风水不好，但是如果有一些人真的埋怨到没有的埋怨，连这些都拿来埋怨的，你觉得他还有机会吗？我曾经在一间公司上班，真的每年都在看风水，每年都要换白灯，我的桌子有时候向这边，有时候向那边，有时候坐上面，有时候坐下面，哇，改来又改去，年年都在改。可是这几年下来呢，那家公司业绩从来没有好过。但是每一次呢，到最后他说，因为这个 building 有问题，我们租错 building 了。所以各位不要埋怨。当你埋怨，当你指责，当你讲问题是别人产生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去检讨，你就不会去努力找答案是哪里。就比如说今天你成交不成功，你在 closing 不成功，你立刻就想，因为对方没有钱哦，因为对方嫌我年纪小了，因为对方都是这样子的，不相信产品的，哎呀，因为对方，全部问题都是对方，都是对方的问题，什么都是对方的问题，然后你就没有去检讨你自己，到底你怎么可以把你的能力再提高，去打割他的问题。所以真的，我来绿卫学会最了不起的东西，我在绿卫学会的就是不要埋怨。我来绿卫，我每次问老板，老板为什么绿卫这里的领导人没有问题的？他说，因为我们从来不埋怨的。我们从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问自己：我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我应该怎么样做？我应该如何做？我应该还可以做什么，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所以各位真的不要去埋怨。Mr. Lo 刚才讲的执行力啊，很多人一定开始在想了，到底这些人为什么可以加 Rolls Royce？ 为什么可以 Bungalow？ 车多到10多辆，到底怎么样来的？你们有没有开始在想这个问题啊？他们在执行什么？各位，其实他们每天都在讲，你们不相信。他们的执行力就是他们每天都在做重复同样的东西，重复又重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天都在做饭局，每天都在做 OPP， 每天都在做 NDO， 每天都在谈产品，每天都在 closing， 每天都在饭局，每天都在 OPP， 每天都在 closing， 每天都在做 NDO。其实各位，他们成功的秘诀就是这个而已，但是好奇怪，很多人不相信。所以各位，你问问自己，刚才 Mr. Lo 讲一句的，不够努力，是你努力不够啊。他们以前啊，你知道吗？我以前礼拜天要跟我爸爸去吃饭，我一定要叫我的妹妹先去那些餐厅看一看，首先去格蹦，因为我住格蹦那一带的，看格蹦的大同有没有人做饭局，然后就去南区又有一间餐厅，有没有人做饭局？因为呢，有人做饭局我就不敢去了嘛，因为我一去吃，人家就Ivy， 然后我就因为我爸爸妈妈在，不好意思，所以我每一次呢，那个时候多么恐怖啊！整个吉隆坡每一个月啊，每一天啊，同一天啊，饭局可以多到20-30场、30-40场，所以我们要去吃饭的时候，我们都要看哪一个地方是没有在做饭局的。他们当初的成功就是这么简单，只是现在绿卫大了，很大了，不像以前小猫2-3只、5-6排的人，所以开始你们就以为他们到底有什么的宝剑啊，什么秘诀，到底怎么样成功啊？我一定有方法。其实他们的方法就是去执行，不断的重复简单的东西，不断的重复做。所以，如果你今天做的不好，你问自己，你努力够吗？你的团队里面，你一个月做多少的饭局啊？还是久爽就做一次？还是你的组织里面，哇，每一天都有饭局，甚至中午有饭局，晚上有饭局？你知道台湾的饭局多么恐怖吗？
一个团队里面，中午有饭局，晚上有饭局，下午有饭局，晚上有饭局，你说一天可以跑3个饭局，一直不断的在做，自然而然的，你多做，你的刀就越来越厉害，你能力就越来越强，你的 closing 就越来越强，你自然的业绩就越来越好。所以各位真的没有什么秘诀的，秘诀就是不断的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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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的做。尤其如果你心里有一个梦想，你想过更好的生活，那请你动作快一点。因为 Riway 我最担心的就是业绩很大 ，Mr. Law 讲的关你屁事啊！你有在里面吗？你有分到多少的羹吗？与你有关吗？这才是我非常非常非常关心的。接下来的那位讲师呢，真的非常有爆炸力。今天你们听他声音也听了很多次，声音非常大声的。昨天呢，我们的 Fanny 跟我讲一句话，她说以前我们在会议室的时候，她坐在最后面，我们这个领导人每一次都 yes， 对 yeah， 然后他的声音都是最大声的，不管有多少人，100人、1000人、2000人，你都会听到他声音的。你们认不认同啊？你们认不认同啊？然后我们发现到一件事情，他的声音从以前的会议室每一次的会议活动，他坐在最后面，一直在喊，喊到越喊越前面，再喊就在前面，再喊就在前面，而现在已经喊到前面的中间了，是我们 Riway 马来西亚最大的飞马期。好，谢谢大家。